哎哎，我的麦克风没接啊！哎呦，等一下接个麦克风，等一下。Hello，敦煌有要报名牌吗？你要听名牌吗？你是投资台股还是美股？要报名牌，好像只能报美股的。都有，你台股、美股都有投，真假？美股吗？美股我现在看好2家。哇，你真的很会问一进来就先问名牌，直接切中要害。切一下，切一下画面。我找一下美股的话，我最看好的是这个 B 跟这个 MU 这2档，这个叫什么翻译我也不知道。Barrick Mining Corporation，还有这个美光 Technology，这2档是2026目前我比较看好的。那敦煌你要跟我报名牌吗？换你跟我报了，交换一下消息。需要分析还是不用分析？没有，你没有要跟我报名牌。好，OK，那你现在得到我的消息了，可以看一下美光啊。然后就是那个做那个记忆体，现在就是那个 AI 嘛，那他们要做那个什么资料中心，然后就会很需要一堆记忆体。然后美光它的那个可以看一下这个每季的营收，然后累积12个月的营收，真的都是成长啊，29000、31000、33000、37000、42000，然后毛利率看那个看 percent，毛利率从30%、34%、37%、39%、45%，也就是呢，他们在扩大收入的那个同时，他们的那个毛利率也在改善，所以是，但它已经往上涨很多了啊。但我认为呢，现在我觉得它就算现在涨这样，我觉得还是一样，它目前还是低估。怎么看呢？就是这个 Thinking Alpha 这里有一个 rating 这里可以看到，等一下，rating 这里可以看到的这个 valuation 的这个指标，可以看到它目前在这个板块的中位数的 PEG 怎么解释？GAAP 是1.03，啊，它只有0.16，也就是我觉得它被低估了很多，被低估了很多。这个解释就看一下，就是12个月的 GAAP 的 PE ratio，然后除以那个 EPS 的成长，就会是得到这个0.16。那它同行都是1.87，也就是它被低估了84%，被低估了84%，美光。然后它其他的评级，
我就不说了。你看每个都是成长性、获利性、动能，然后跟这个分析师的那个什么 revision，每次都是好的。EPS 修正往向上修正的29次啊，跟鬼一样啊，就是看好美光。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Barrick Mining Corporation，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的那个贵金属的价格，涨烂，对吧？然后它就是主要就是挖那个它的本业就是挖那个什么金矿的，挖金矿的。然后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业务就是要去挖那个铜矿。翻译一下，帮你们翻译一下。然后呢，铜听说就是那个要盖那个什么资料中心、什么数据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 AI 的一个材料，所以我就看好，这边可以看一下，全球采矿业杰出的参与者，从事矿什么开发、生产、销售这些，然后是目前最多元化的矿业公司，它专注于黄金、铜、白银、能源材料，然后业务遍及北美、拉丁美洲、非洲跟亚太地区。那也可以，我们也看一下财报。Hi, have a good time。明天行情会不会反转一路往下？明天的行情看一下，你说台股吗？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听说那个什么，川普是不是要打伊朗？是吗？是吗？我们消息是一致的吗？川普明天要打，什么48小时内要打伊朗是吗？反正最近那个经济动荡确实有点严重啊。然后台湾最近也乱哄哄的，明天行情会不会一路往下？我觉得不要去猜啊，不要去猜。这种短期的这个波动，谁也抓不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这家的 ratings 也是 BA 加 A 加 AAA。所以我觉得也是屌的一批啊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财务状况，这个 revenue，123、129、133、138、146，小成长啊，它比较像是一个防御型的资产。然后看一下那个毛利率，34%、38%、41%、44%、48%，也都在改善啊。然后营业利率36、39、41、46是都有改善，所以我觉得不错。然后一样看它这个估值的话，看那个 PEG，它现在0.19啊，同行差不多是0.4，也是被低估了50几%。好，给你报了这两只名牌。最近那个国际局势很动荡啊，真的很动荡。然后包括那个嘛，川普也在那个对那个什么美联储的主席批评嘛，谢谢。OK，那你不要我报了你就马上去投呢，这个不是一个报名台的那个频道，就是你还是要自己经过自己缜密的分析。然后就先来看一起看这篇新闻，驳斥了什么什么什么司法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调查的批评。你看川普很拽啊，他说大家还说他这样是错的，他说我觉得做得很好，我们有一个糟糕的美联储人，现在是直接对着干啊。但是那个什么鲍威尔也没有要示弱，他说他在他什么任期内是不会退休的，不会失去他的工作什么的，但他也在4个月就要卸任了。但觉得新闻这些东西就看一看了，
我觉得真的跟股票相关的也很少，这个我觉得很多都会是市场的噪音啊。然后这个什么，特朗普的电力倡议为大型科技公司制造了瓶颈。反正接下来就是说那些什么器巨头啊，那些 AI 啊，他们要用一堆电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大家会说那个电价会变贵，然后会不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这件事情？然后呢，他们是说要那些器巨头自己买单啊，用那么多电，应该要分开去计那个电费啊，就是你不能用那么便宜的电，然后去做一堆 AI 赚一些钱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他就说那个电力的话，他们要自己负担。像很多像 Meta 还有什么 Alphabet 啊，他们都有去自己收购一些能源公司，就是为了去有更稳定的那个电力。2026究竟就是大家也都很关注那个核能这个议题啊，因为核能是最好的那个发电嘛，就是效率最高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研究一下核能的公司。可是核能公司有没有研究到、还是我来看一下核能的公司怎么研究。只是我还不太会用这个工具。我记得它可以看那个产业，但是我也不太会用，我要研究一下。我现在在摸索这个网站怎么用，我也是刚订阅而已啊。Market Data 吗？诶，这个主题式的吗？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。Energy 应该是 Energy 板块吧？Natural Gas Producer 核能怎么拼啊？翻一下这个是不是核能？是这个网站英文也要不错才能用哎。铀就是核能嘛，对嘛？铀就是核能嘛。它是怎么用？URA 就直接看这个 URA 吗？它应该可以选择一个子分类别吧？我要研究一下这个怎么用。SMR 有 SMR 好像是那个什么小型什么反应炉，是不是核能反应炉是吗？我好像有看到这一家公司，帮你看一下，帮你看一下。Warning: SMR is a high risk of 什么 performing badly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谁写的？乱讲，看一下他说什么？SNR 有表现不佳的高风险。2025年11月17号上午5:39， ETNU Scale 电力公司 NR 股票，特征历来与未来股票表现不佳有关。与其他工业股票相比 ，SNR 每股收益修正为负值，盈利能力较差，以至于它从我们的量化评级系统中获得卖出评级。正如本文所述那样，被我们框的评级系统改成卖出。更差的股票严重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。OK， 全部都是 F， 这什么公司？亏钱的，这样还要看下去吗？还是看一下啦，看一下它的 revenue 好了。7.4、37、49、56、63还可以啊。Operating income， 我靠，不得了了，怎么都是负的？你看他们赚这些，然后他们用的费用都是这个100多，所以换下来这个亏194.7，亏135.5， 130.1， 131.2， 133.3。好，不用看下去，亏钱公司。PLUG， 等一下，我应该要在一个，你这样报一档，我看一档好像也不太对，应该是我要，它应该一个地方可以看所有这个产业，所有的这个产业排名。那我还不太会研究，我可能要，那我也看一下你刚刚说什么 PLUG 吗？好，看一下这是什么公司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介绍。
哎，2.28而已，2.28美，这个流动性行不行啊？看一下这个 description，这个翻译你们看到会不会太小字啊？还是看得到吗？我大概念一下，反正这家公司总部位在是氢燃料电池行业的先驱，主要在北美、欧洲和亚洲营运。该公司为各种应用开发氢燃料电池解决方案，包括物料搬运、固定电源和移动系统。哦，反正是做那个氢的什么电子车吗？氢的不是会出那个什么氢的那种车吗？做这个吗？哦，燃料电池发电机、氢气加油系统。哦，这个氢气生态系统包括生产、储存、交付和能源发电，以帮助经济脱碳。看起来不错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这家公司多大？嗯，好，大家看一下这家公司财务状况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647、618、633、667、673啊，看这个柱状图看起来是没涨，这个没什么成长力，那个 revenue 没什么成长性。那看这个毛利率亏烂，cost of revenue 太高啦，这个毛利率都是亏的啊，下面一定都是亏钱，也是亏钱公司哎，怎么都是这种能源都是亏钱公司啊？这都是亏的，没赚钱，不用看。敦煌，你该不会有买吧？还是你只是听说？希望你只是听说啊。哦，这个啦，peering 这里应该可以看到它是在哪个 sector 跟 industry。像刚刚这个 NU Scale 可以看它的那个 peers，然后这边就会列一些它的同行啊，它的这个都是在工业里面的什么 industry heavy electrical equipment 重电设备，是吗？这个翻译是这样吗？翻译一下，翻译一下。不让我翻译，这样算同行吗？重电、重电设备吗？翻译一下，我直接找一下翻译。重型电气设备，工业重型电气设备，确实真的就是那个重电。那我来看这个里面这个板块里面有哪一些不错的，像你要看就是看这个 quant rating 高一点的，先看这些就应该都是同个产业里面的，像什么 BWEN 来看一下，是做核能的吗？看一下，这家公司精密制造商，专门从事清洁技术和其他专业应用的结构装置和元件。该公司透过3个部分盈利：重型制造齿轮和工业解决方案。重型制造部门主要服务于风能行业，为风力涡轮机制造商提供什么钢塔和界面卡，包括采矿、钢铁、石油、天然气。看起来不是核能的欸，看起来应该不是。这里看得到吗？
它应该这里就会有各种的那个 compression，电动车很多可是好像没有那个电力的，应该没有啊，有空再研究一下，看起来没有。还有吗？还有人要问什么股票吗？可以看一下，可以帮忙看一下，关一下。这个 Thinking Alpha 这个我还在摸索中啊，它不能刚开始就先锁定一个子行业吗？应该可以吧？Clean Energy 这个这是 ETF 吗？对啊，这个是 ETF，是 ETF 哦。Energy 或 Material，假如我选这个 Energy 板块，我还可以再向下再选到它的那个 Sector Industry。这样看起来不好找。嗯，Stock Screener All Stock by Quant，很多类型嗯，能源吗？应该算在能源吧。来看一下能源，能源就刚刚那个嘛。只是我这个核能会算在哪个行业里面呢？查一下，查一下。
铀矿与燃料。CCJ， 看一下，先找一家公司，然后再去找他的同行。Energy 的什么 Coal and Consumable Fuels， 消耗的这个燃料，coal 是碳吗？看一下，煤吧。哦，煤炭及消耗性燃料，所以那个铀矿也含在这个消耗性燃料，那就很难找了。所以应该主要看这个 coal and 看这个行业，这里面再去找哪一些是核能的吗？那我不就要一家一家找？那先看这个评分最高是不是核能？BTU Peabody Energy Corporation， 看一下。煤矿啊，那个核能股看起来偏少哎。美料，CIENA 总部在马里兰州和挪威的网络技术公司，在全球范围内营运哦，这么多个地方。那业务是什么？网络平台、平台软体和服务、蓝星球自动化、软体和服务以及全球服务、光网路路由、交换产品文明、光学平台，提供支援云语音、影片、资料和人工智慧应用程式的高容量网络解决方案。客户是包括云提供商、服务供应商。高速资料中心互联的这点东西看一下。
直接翻译好，不然你们现在看的字应该蛮小的。竞争对手和独特价值。光网络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和人工智慧和云基础设施的高速连线至关重要。连贯光学技术方面，使其能够满足电信和资料中心市场不断的变化需求。OK，我们参照着看，看一下它的 rating，那个估值可能现在有点高啊，看一下估值，PE 大大超过行业，行业中位数为25，他们是89，确实有点高。它的 PEG 是1.05，那他们行业是1.7，所以还是有现在还有38.2%的这个折幅。毛利率42%，低于该行业的49%。哎呦，他们这个行业的毛利这么高啊！营运现金利润率令人印象深刻，为8.06亿美元，行业数的5倍多。看一下，盈利能力真的低于他们的那个 gross profit。营运现金利润率，现金利润率哪一个啊？这个 cash from operation，哦，真的诶，806.09 million，他们行只有132。势头，看势头应该是那个 momentum，3个月涨了这个，他们行业涨了这样，然后6个月涨了这样，他们行业涨这样，9个月涨这样，他们行业涨这样，1年涨这样，他们行业涨这样，真的蛮强的。价格表现跟 S&P 500比，最近一周跑输，然后后面就跑赢。Total revenue。
嗯，修订 revision 收益修订非常积极，在过去3个月中，美股收益和收入估值都进行了15次上调，没有下调，这么猛吗？看一下那个 revision 在哪里？这是选择权吧？嗯，revision 好像要从自己按的，15次上调。OCT 2026、OCT 2027、OCT 2028，这是估计的那个 EPS。的估计的那个 revenue，2027、2028，真的一直往上调。它有没有一些人分析啊？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分析师的分析好了。你看这个是谁？市场仍然像对待旧的电信支出一样对待光网络。它是光纤是不是？指导一个，嗯，哦，他们就是做光纤啊，我觉得看起来他们就是做什么那种网络光纤啊，类似我们这个中华电信提供网络一样。那这个 CIE 他们就是做这个网络的。光学和网络系统啊，销售于在捷运、长途和海底网络中移动的大量资料、硬体、软体和服务。
网络的架构是决定该功率是否变为跨地。哎，现在有4个人在看，你们就真的在看我读这个资料吗？还是你们在跟我一起看这个资料？还是就单纯只是挂着在这里？有人要出声吗？哎，3037星星能报到300吗？嗨，小云，来看一下，既然有人发问，我们就来看一下3037。目前250，能不能报到300？这边趋势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这个趋势一路向上，一路向上，然后就这个线型呢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思考，就是趋势都是向上。看一下那个成交量分布的部分，哎，目前最大的成交量在这里，这里成交量都蛮稀疏的，也没什么压力支撑，可以报到300吗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看一下财务数据，看一下财务数据。有没有广告？等一下，星星看一下近世纪的合并好了，营业收入2024 Q2 1065 Q3 1117 1154 1191 1236 1259，营业收入向上爬的很慢啊，慢慢的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营业毛利，看这个 percent，好像没有向上变动，反而是向下的趋势。营业利益，也是向下的趋势，但是赚的有变多，但是它实际上赚进来的多还是少？这个业外损益就不用看了，看一下 EPS 6.27、5.21、3.34，向下、向下、向上、向上，刚向上，然后就反转。至于能不能报到300呢？想一下，要想一下。最近有什么新闻吗？可靠的消息吗？还是有什么？看一下现金流量。小云，你是从底部报上来的吗？也很强哎，他们有什么利多消息吗？星星是做什么的？看一下星星，先看一下星星做什么的。产品营收，星星电子吗？大同今天冲进去变隔日冲了，大同170元报上来哦，哦，那你赚很多钱哎，可不可以报到300？我觉得目前没什么遇到什么趋势的那个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就继续拿着，不用怕。但要关注一下他们发财报的一些时间，或是有没有那个什么法说会 ABF 窄板，哇，这个我没有研究诶，ABF 窄板
那你很厉害哎。看一下有什么新闻，刚完成现增吗？现金增资，可以看一下他们最近的法说，看一下最近的法说好了。最近有法说会吗？那个星星3037吗？看一下最近的法说有讲什么？没有，看一下114年，这月份一定要选吗？OK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这里有日期，这有日期，有12月4号有法说，看一下有没有说什么。第三季营运成果，这里刚刚看的那个损益表，营业收入增加一点点，营业成本增加一点点，本期综合损益是有增加啦。这个是与上一季比较，这是与去年同期比较，累计到9月份，跑的比去年差。会太小啊？怎么放大？合并现金流量表，看一下营业现金哦，今年多，这是 Q3、Q2，Q2比较多钱，因为 Q3把钱花掉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重点呢、这个主要是做这个嘛，substrate HDI 这个占比都差不多，嗯，上升一点。看有没有讲一些公司未来的发展？没有没有讲未来公司的发展那我觉得就继续拿，继续拿，因为它现在至少那个趋势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趋势看起来没问题啊。300指日可待，没到过300嘛？对，我觉得没到过300，现在刚创新高，没必要现在抛掉，我觉得拿到300没问题，继续拿着。感谢，没有，你说175就买到了，很厉害。还有人在聊天是吗？我应该开到10点半看一下美股开盘，差不多就休息。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频道？是我的订阅者，还是那个又是什么 YouTube 的推播，推到一些陌生的客群？都没有人要跟我聊天哦。
直播中发现的，真假？那你是刚好是在看类似那个什么投资类型的吗？然后就推播你我的频道，还是就是刚好直播中有很多人？因为我去看我的 YouTube，我点直播中都没什么人啊，都没有什么，我的推播都很奇怪。像我现在按直播中，它第一个都是推荐我什么新闻，蔡哥，蔡哥我有订阅吗？我也买美股，版主有推荐的吗？哎，刚上面有一个才问完，没关系，为了你我可以再讲一次。你是买什么美股？可以先了解吗？你是买 ETF 还是个股？你是买 ETF 还是个股？你应该看起来是没看过我的频道。哎呦，个股，那你都很冲哎。我现在是一半买 ETF，一半买个股。然后 ETF 的话，我是买 SPXL，就是3倍的 SPY，这样0050正2就是2倍的0050嘛。那我是买3倍的 SPY，然后我是做一个策略叫做 LRS，就是杠杆轮换策略，就是在看一下图好了。我是买这个 SPXL，啊是追踪这个 SPY，然后去做杠杆倍数的3倍。然后呢，我的策略就是先给你看一下我的策略，我的策略就是那个 BTD 跟那个 DCA，反正就是只要 SPY 跌1%，我就会买$100的 SPXL，然后或是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五，我也会加仓一笔，就是定期定额，然后只要跌1%，我就会再买一笔这样。然后只要在200日均线以上，我就都会做这件事情。那如果到这个200日均线以下的话，我就会全部清掉，然后拿 SGOV。我现在多余贷款的钱都是买这个 SGOV，它就像是一个固定收益的领债息的那种。个股的话，推荐几家好了。我还没有研究完呢、我还没有研究完。但是这10档是我目前有持有的，目前有持有的。然后我还没研究完。然后我比较推荐的呢，这个 MU，还有 B，还有刚刚在看那个 CIEN，感觉也蛮有料的。目前可以跟你推荐这3个。NU 美光就是做记忆体的，现在记忆体的那个价格飙升嘛，就是因为那个什么资料中心要盖啊，记忆体就非常重要。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一些量化的评级。等下开太多网页有点卡，把一些关掉。可以看一些它量化的评级，也都是评分都很好啊，可以然后给你看下财务表现。财务表现的话，你可以看到 revenue，就是从这个大概2024 8月2511、11月29094，然后明年2月31323，然后5月338，然后都是一直成长的。你有买到200的超微半导体？哎，小云你很强哎，真的假的？我刚刚推荐，我也有买超微半导体，但我是最近才买的。你是买 AMD 吗？哎，你是用什么买法？你是付委托还是你是开美股券商的？AMD 我还没研究完，所以我都还没办法跟大家推荐。能先推荐的就是这个美光，我不能说推荐啊，就是我有在看，我只能说我有在看。然后这个 CIEN 还有这个 B，我觉得这3个是 B 是比较偏防守性质的。
你是持有很多个股吗？反正美光现在看起来，虽然看起来价格有点高啊，看起来有点可怕，但是美光现在价格看起来算是看起来有点高，有一点可怕。但是我觉得不担心，不担心，因为它的估值现在还是很低的。小云，你懂估值吗？你的名字真的叫小云吗？还是你是取绰号，取一个可爱的绰号？给你看那个它的，反正这个毛利率你可以看，毛利率也都一直往上涨啊，都是慢慢改善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净利率，也都是一直改善的。付委托哦，哇，你是用付委托哦？付委托那个手续费跟税抽有点重。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美股的话，还是建议去开那个美股券商会比较好。对，一次只买一只，出了再买下一只。哦，所以现在就是买 AMD 就对了。美光太高哦，那你就觉得它太高嘛？那给你看一下，我们名字，你的名字真的叫小云，那么可爱。OK，这个名字看起来很不像很会做投资的，要换一个吗？换一个厉害一点的，比较有杀气的。看一下这个，我主要是看的都是这个啦，PEGGAP，这是它的估值。它怎么算的呢？它就是用它这个12个月的那个 PE ratio 啊，去除以它的那个 EPS 的成长，所以它就要把那个成长考虑进去了。也就是呢，它现在0.16，但它的同行大部分都是1.03，这个估计的未来的那个成长性也算进去的那个 PE 值，所以它目前是比它的同行还低84.76%，所以我是觉得它目前还是低估，所以我是一样，现在还是一样看好它。那你是拿 AMD 嘛？AMD 我也有拿，我有拿 AMD。你知道进$15出$15，那很高那很高$15就是450块嘞，450块了。那你知道我买多少吗？我买这个手续费多少吗？所以我买的手续费0元呐、0元，1毛都不用。那个台股的副委托还是少用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想用，不想要用副委托，然后又想要投资美股的话，你通常就只能投资那些比较大家的，就是然后用那种什么定期定额那种约定的方式去买，那种叫什么方式啊？就是用设定的，像永丰金证券那种设定的去买，因为你这样被抽手续费太重，它那种设定的会抽比较低一点，抽个$3、$2这样。那如果你真的是长期想要交易美股的话，还是建议入金到 First Trade，或是我自己是用 First Trade 或是那个 TD Ameritrade 嘛，然后我自己是用 First Trade 啊，你也可以去开一下那个将来银行，然后将来银行入金过去的话，只要$3而已，所以你把钱丢过去只要$3，但是丢回来的话，会回来也是他们会收大概$25，但是你不要长期汇回来，钱就放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就只要$3而已，然后$3你汇过去呢，你都是这样交易来交易去，都是不会收你手续费的，所以还是不建议用付委托，因为通常买一次的那个钱就已经超过那个你电汇过去的钱了。看一下 AMD 好了，你是持有 AMD 吗？OK，了解。至于要怎么电汇花$3电汇过去呢？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，我有一个影片是做将来银行的，然后那里面呢，用将来银行就是线上注册，买美股 ETF 付委托可以吗？呃，不好，不好。ETF 的话，除非你是定期定额，我这边开给大家看好了，不然大家可能不知道。
我自己之前是用这个封存股，哎，封存股，这是永丰金的，这是他们永丰金证券的。那你这个自己去用设定的话，就不会这么贵。热门，但你就是通常只能设定一些比较大家的，就是热门美股啊，或是 ETF 啊、辉达啊、VT 啊、特斯拉这种，你就只能设定这种。那你去设定的话，它会在一个时间去买，那它跟你收的这个手续费比较低一点，没有很高啦。封存股的手续费，帮你们查一下，封存股手续费。但它不是那种你挂单，它就真的是买到那个价格的哦。来，存股费用如何计算？台股手续费1元，美股手续费0.01美元，优惠期间啊。那你是要去设定什么约定买入，你就可以定期定额做这个存股的费用多少？他不能跟我讲这个优惠的啊。但买入价格他们这种就不能设定，不能自己设定，他会在一个时间内去买这样。然后呢，但你如果连那个证券商都不想开的话，你可以用将来银行。将来银行现在也有买美股的功能啊，我有一集影片是讲将来银行的。然后将来银行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，第一种就是直接用将来银行去买，那手续费也很低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用电汇的方式，电汇过去，那个你再去开 First Trade，就是美股券商啊，这样去买美股的话，那个手续费也很低。细节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。细节江南银行的话，可以参考我这一支影片。这支影片我有介绍江南银行第一季的权益。你用我的那个优惠码注册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再赚200块。只要线上点一点就好了。这个优惠码。江南银行也可以有买美股的功能。给你们大家看一下。但这一种呢，你都只能买一些比较大型的哦。你要买一些小型的，你就是真的要开 First Trade 过去买。这个如果你要长期也要做美股的话，我也是建议这么做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美股购首航专案，买进零手续费，会员 N 点回馈，首3笔买进零手续费定期定额的话是买卖手续费0.1%，0.1%跟你刚刚讲那个进15美出15美又差很多了。假如你买1万的话，1/1000嘛，就是差不多10块台币。这里升等这些活动，你这边都可以买，还有哪一些股票都只能买，差不多是这些啦。对，大家有兴趣的再看一下。这个如果要设定的话，就是在台湾买的话，都不建议用副委托，都是用设定的。那设定就只能买一些 ETF 或是一些大型的股票。那我推荐的就是江南银行或是丰存股。如果你要长期交易美股的话，还是建议去开 First Trade，然后再开江南银行，然后把钱电汇过去，就只要3美金而已。这边跟大家分享。好，看刚那个 AMD，先看一下 AMD 的财务状况。它的收入也是都是往上的你看228、232、242、257、277、296、320，所以一路这个 revenue 就是一路往上成长。那我们看一下毛利率和净利率。毛利率的话，都差不多51到53没动。净利率的话呢，也没有变高很多。5、8、10、8、9还可以啦，还是算处在高位啦。看这张图应该可以比较了解，之前很低，但现在也是有拉高一点点的。然后看一下现金流量好了。
现金流量我等一下用估值那边去看好了。我们先看它的评级，它这个 valuation 是评的有点低啊，因为它现在可能还是有点比较算高估的状况。可以看它的，主要看我是看这个啦，它的同行目前是1.03，按它的那个未来成长的那个 PE 算下来已经到1.67了，比它同行高出62%左右，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点高估了。但我还是看好它的前景，还是看好它的前景。然后看一下其他的估值，成长性的话，这里可以看，大部分都是比它的同行高的 revenue 的成长啊，然后 EBITDA 的成长啊，然后这个下面有个讲那个在哪里？哦，是这个 EPS 的成长啊，都还是算高，但就是目前的估值有一点高。估值就是，例如你买这个东西有没有打折的概念？目前是涨价买的。但我觉得它的财务表现都还算，那些评级啊、成长性啊、获利能力啊，都还算很强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它就算估值很高，我觉得也可以再拿着，就是拿着不一定要卖啊。那看一下它的那个叫什么获利能力，毛利率比它的同行多5%而已。EBIT margin 也是，哎，它的同行是6.39，它是9.51，多了48%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。那看一下它的那个现金，这里超多，看到吗？这个 cash from operation 是什么？就是你从营运当中获取的现金。它的同行大概都赚132 million，它是算6.41 billion 啊，是47.5倍啊，超多啊，那很有钱啊。然后我们回去看一下它的那个资产负债表，最近他们都做很大的资本支出啊，应该可以看到资本支出在哪里是现金流量表，投资这个都是从营运活动的现金流，这个是投资活动的现金流，可以看到，你看他们最近投入的这个资本支出还好也没高很多，但这里怎么变5000？这是什么？Invest in marketable equity security，应该是他们去投资其他的股票、其他的权益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去投资其他的股票，所以花了一些钱，所以他们这个资本支出变有点高。他们赚很多钱啊，还是有 cover 住吧？看一下，对吧？因为他们融资也是少一点，6400减这个5200减274还是有正的，所以营运现金流量还是这个是他们的净现金流还是正的。所以 AMD 就是估值高了一点，所以你刚刚说那个美光跟 AMD，反而美光的那个估值还比较高，没有那个吧，AMD 的估值还比较高，还是比较贵，所以不是单纯用价格去看贵和便宜的。那可以看一下 AMD 的那个技术分析。电脑现在跑有点慢，开太多东西了。哎，我现在讲有在听吗？小云还是你走了？哎，是卡住了吗？我先把一些东西关掉好了，开太多东西了。有，你还有在听？那我刚刚讲的你都有听得懂吗？你是看得懂财报的吗？我之后影片也会做一些跟大家讲怎么看财报，然后哪一些指标是比较重要的。我感觉要重开了。刚刚说要看一下 AMD 的那个图表，目前AMD 的图表是比较没有美光这么好，美光就是一路向上杀嘛。然后拉一下那个成交量分布，
目前成交量分布还是在底部，但这里有一点成交量，有一点成交量小高，这里这里这3个点位吧，这里是多少？最底这里是114，这边是160，这里是215，215已经跳过去了，昨天是跳在220嘛，从215开到220，不是很懂财报，没关系，这个财报我之后会出影片讲。反正就是呢，财报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先看懂损益表，损益表是最重要。今天可以跟你讲一点损益表怎么看。看不懂损益表要先看得懂，因为损益表就代表这家公司有没有赚钱。我还是先把这个 AMD 讲完好了，就是目前它刚跳过这个215，然后可以看一些它这边刚一个死亡交叉，20NA 向下穿过60NA，然后 ENA 的部分有交叉吗？这里有交叉，然后这里又穿回来嘛，然后60NA 线会往上到这里，所以短期之内呢，我觉得价格会被这根黄色均线带着，会被压制，会在黄色均线60NA 压制，会不会是季线压制？但120日 NA 就是这个紫色这条线，它的目前抵扣价在这里，所以现价比它高，这个紫色线一样会往右上角走，但是这个黄色的线呢，会向下走，斜率是负的，然后可能会把价格压下来，然后会在这边震荡一下。那选一选的话，应该还是会往上，我是这样看。财报不是很懂吗？那我们讲一下财报哈。先可以跟你讲损益表怎么看。你先到这个 goodinfo.com 这个网站，这个地方可以看财报。这是主要是看台股的，可以在这边看 goodinfo.com.tw。然后这里呢，左下角财务报表这里哦，你就先打你要看的股票3037嘛，然后星星你这边就左下角财务报表这里可以选损益表，这边就会到达损益表。那我通常是看近世纪的合并报表，近世纪的合并报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像它这个公报就是24年的 Q4 到25年的 Q3这样4季，那前一个就是24年的 Q3 到25年的 Q2 啊，以此类推，所以每个都代表是一年的一年。然后我主要营业成本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边就用这个面店来跟你解释。假如你今天开了一家面店呢，这个营业收入就是你卖这个面赚到的钱，然后营业成本呢就是你的面粉，因为你做那个面你要面粉嘛，对，那面粉什么酱油啊、什么醋啊，那些都是你的营业成本。那你这样赚下来就是你的营业毛利，也就是你这个1259单位1259亿元的营业收入，那营业成本是1097亿元，对不对？扣掉，也就是你的面就是会赚162.2亿。那这里有个 percent， 对不对？这个12.9%，也就是你的毛利率。毛利率是什么意思？营业收入是100%，然后你毛利率是12.9%，也就是你一碗面呢，就是卖100块的话，你会赚12.9块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你有了解吗？到毛利率这边你有了解吗？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概念，你应该能比较能懂。那你这个毛利率还要扣掉什么？哦，还要扣掉这些费用。那费用通常有3种，就是推管研，推就是推销你的面店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花钱嘛，发传单啊，传单也是钱嘛。啊，管理就是呢，你要管理一些人啊，管理一些什么东西啊，那些也是成本。那研发就是你要怎么把你的面做得更好，你要花时间去研究，那也是钱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扣掉推管研呢，那费用是多少？占了9%，也就是刚才162.2要再扣掉你的那些费用，剩下多少？剩下扣掉113.3，就只剩下49.88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这个3.96就是你这个叫营业利益率。营业利益率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的面100块，一碗卖100块呢，最后会赚多少？3.96块。那就是主要这边就要看这个营业利益率，这边就是一定要是正的股票，你才可以投资。
负的也可以投资啊，但是就是你要期待它转正，就是负代表这家公司的本业还没赚钱，那正的代表这家公司的本业有赚钱啊，是这样看的。那业外损益主要有哪一些呢？业外损益就有这个利息收入，利息收入就是你去借钱啊，借别人钱什么，你就会产生一些收入。但这个业外损益就没有这么重要，除非它这个，因为这个数字相较于本业都很小。但你要去注意哦，有一些公司他们的这个业外损益会比营业利益大，那这种公司我也是不建议去投，因为他们赚的钱都是拿去投，都是从什么投资其他公司来，或者借钱给其他人来。从这个方向来的就比较不好，因为我会希望他的钱都是从自己的本业赚到，这才是他自己的本业才会越做越好嘛。他们到处去投资别人的公司，那这个公司就不是正常的公司嘛，它是一个投资公司嘛。那你接下来就是到这里，这个营业利益呢加这个业外损益的合计就是你的税前净利，就是49.96，刚这里49.88加这个0.077就是49.96，税前净利就是你真正赚到的钱啊，还没扣税嘛，所以要扣掉一个所得税的费用呢，就会变成这个税后净利。税后净利就是扣完税，你真的会那些钱会真的是你赚到的钱。那这个钱呢，就会再算一个什么？这个会跟你的股票去算一个每股税后盈余，就你一股赚到多少钱。那通常呢，这个每股这个税后盈余，你会希望它是一个成长的，像这个6.27、5.21、3.34就是一个衰退的，代表这家公司钱越赚越少，懂吗？每股的那个税后盈余越赚越少，就不是一个成长的趋势。那我们会通常用从这边来观察它的成长性。好，那刚刚讲到这里税后净利了嘛，那这个税后净利会拿去哪里？会拿去这个现金流量表。现金流量表主要就是讲这家的公司的钱是怎么流动的。那你也可以一样看这个近四季，像他刚刚会写这里49.96嘛，刚刚是49.96嘛，对，税前净利本期净利就是算49.96，那这里就会有一些一拖拉库的费用。那这里呢，这上面这第一栏就是从营业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。就是这个145.2，就是你从营业活动里面会拿到的现金流。那投资活动会是干嘛？就是你去买你的厂房啊，扩展你的店面啊，那些花的钱。所以这样，那只要红色的话，负的它就是流出。然后还有一个融资活动，融资活动例如你在发现金股利啊，或是你去增资啊，或是一些跟银行借钱，那这是融资活动。那通常呢，这三个145.2减244.7加140.7，通常尽量要是正的，这三个算起来尽量要是正的。本期的现金，它这里会跟你说，期初的话现金是多少啊？期末它的现金剩下多少？那尽量不要，尽量这个都是正的，才会把这个期末现金往上拉啊。这家公司比较有现金流了嘛，他们才能去做比较多事情，例如他们要开新的计划啊，什么都是要钱的。主要是这样看 ，OK 吗？那这个资产负债表就小复杂，但是资产负债表，然后这个2025 Q3的话，它这边第一个就是看它的钱有多少，这是它的现金，然后应收票据那些东西就是他们卖的东西，但那个钱还没拿到。那这里算一算，还有他们的存货，那个面团存多少，囤了多少啊？算一算，这些都是它的流动资产。那这边短期借款跟银行借的啊，然后应付票据就是，你跟人家买东西还没付人家钱啊，这里是人家欠别人的，算一算会有这个应付款项合计，这边算一算流动负债合计啊，那我们会希望它的流动资产是比流动负债还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你拿到的钱跟你要付出的钱比较，你要拿到的钱大于付出的钱嘛。这样这家公司的那个财务状况会比较好，就你不用去欠钱，因为你欠钱的话，你要干嘛？你又要去跟银行借或是融资那些都是有利息的，所以差不多这样啊。最下面这个是股东权益，然后你要记得这个资产加上负债就是股东权益，对吧？应该说负债加股东权益等于资产，资产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
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资产就是你这家公司所有的价值，你可以想象你买那些东西啊，或是你这家公司所有的价值会从哪两个方向来？负债就是借的，就是跟银行借的，那权益呢就是跟股东借的，股东筹资出来的，所以你从股东筹资出来的，假如我5块，你5块，然后再跟银行借10块，我们这样20块去开店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资产就是20，那股东权益呢就是10嘛，你5我5，那银行也是出10就是负债，可以先这样想，最简单的。但是损益表主要先看懂资产负债表这些东西，你只要看这家公司安不安全而已，有没有陷入财务的危机。但是有没有赚钱，通常是我们投资人最在意的，就是这个成长性是我们公司投资人最在意的。一家公司要成长，它的股价才有那个动能。OK 吗？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？这个我之后可能详细一点，我要拍影片跟大家讲会比较清楚一点，因为这比较像是会计学的范畴。哎，小云，你投资很多年了吗？哎，10.38了，10.38，美股已经开盘了，大家看一下，SPY 小跌小跌。我也还在学习的路上啊，我也是透过跟大家拍影片的时候去把那些观念更理清，然后才能跟你们做解释。SPY 小跌，然后看一下 QQQ 也小跌，QQ 也是横了很久了，这已经横到最大量都在这里了，应该准备要往上跳了。然后看一下，今天走的比较不好，SPIEN 跌3.25，哎，我看我这里就好了嘛，这里有在跟动啊，有，感谢。好啦，那差不多了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吗？你们都这么晚睡吗？看来你们都财富自由，不用上班哦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我可以把大家问题讲完，我再关。哎，小鱼，你投资几年了？还是你是学生？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那你很强，你很早就开始学习股票。10.40了，最近温度好像比较回温一点，没有这么冷。有吗？还有人要理我吗？我之后也会拍影片跟大家讲一些财务的数据要怎么看啊？因为这个我发现大多数人好像投资连那个基本面好像都不太会看，那这个蛮危险的，蛮危险的。就是你至少要买那家公司是有赚钱的嘛，这我的投资逻辑啊，要买有赚钱的公司，然后又有成长，那长期下来你的资产钱放在那边就会成长。这样，我是比较那个成长股派的，投资成长股派的。那有些人是投资价值股派的，或是投资那种有护城河的企业。那最近也有一些公司是比较，呃，最近有一些风投啦，就是因为那个泡沫嘛，AI 泡沫这件事情嘛，蛮多人就是会比较担心的，然后也会想说要去投一些比较防御性质的资产，例如什么那个贵金属啊，贵金属就是大家就是担心那个美元嘛，对不对？美元的价值问题，然后或者去投资一些比较有护城河的企业，像是什么银行啊那一些，就是有护城河的，就是人家不容易去跳进去。
台股09年开始，等一下，台股09年开始，就2009吗？2009，2009，哇哦，哇哦，2009，我几岁啊？2009，我应该还不能开户，我应该还不能开户。对，哦，那你也是应该也赚的盆满钵满的吧？那你也投资很多年嘞，那你都是那个自己选股吗？还是投资 ETF？09年到现在几年了？我想一下，现在26年，所以你投资了17年了吗？哦，很长了呢。那你都怎么学习这些投资的知识呢？看那个什么投顾分析老师，还是上 YouTube 学习，还是那个街边买菜的那个阿婆聊两句？哎，你的名字会骗人呢。我看你的名字，我以为你比我小说，原来是前辈啊。但是不能以这个名字来乱讲。今天市场普遍跌比较多，但是真正投资的话，还是尽量啦。我是先还是希望大家先拿一个大盘，先拿一个大盘，就是像你台股你就拿0050嘛，那美股你就去拿 SPY，先不管买多少，就买一点，先买一点大盘，然后你自己再去选股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这个选股投资的绩效有没有赢大盘。那如果没有赢大盘呢，你还是尽量把钱都拨到大盘那边，就是因为毕竟要打赢大盘很难嘛，对不对？小云，你有打赢大盘吗？你有打赢大盘吗？这我都不敢算了，要帮你算一下吗？08年，你连08年都没有、欸，这是TAIEX，我们看一下08年，看个周线，08年在哪里？啊，你说09年入场啊？啊，那我们算那个，哇，09年基本上就是低点，你在这里买到现在，你这边假如有买个台股好了，随便拉，20092月9号买，不敢算了，我不敢算。你假如就去买个0050的话，你的报酬率大概会多少？报酬率大概就是像几趴，585趴，585趴。哦，你是这个混合策略，纯股加定期定额加抽签加短线股哦，所以你是一个混合型的策略。那你存股都是存个股吗？还是存 ETF，还是都存？哦，定期定额就是买那个 ETF 这样。股票抽签哦，我之前也会去抽，但我后来觉得那个会卡太多钱在里面，就是抽那个签呢、而且你长期去算那个抽签到底会不会赚呢？其实我是觉得不太会，不太会。我只要边学边玩，学技术现行，学技术现行。那你跟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蛮像啊，我刚开始也是学了很多技术现行，但是呢，我只能说择股跟择时这件事情是在股票市场上是很难很难的啊。择股的话，我觉得大多数的投资人应该都是没有择股能力的，大部分的投资人是没有择股能力的，所以尽量还是先去拿大盘就好。那择时能不能做呢？我觉得择时可能还可以做一点，可能还可以做，但是择股真的太难了，
个股要用那个专业投资人，然后他们在帮你分析。妖股你不敢买，那就要看你怎么去界定这个妖股，涨很多就是妖股嘛，但是不一定，不一定涨很多就是妖股嘛，对不对？那台积电是不是妖股？涨那么多了，主要还是你要先去看一些市场的分析师对它的看法，他们的看法一定会是比你准的，所以真的要学习投资，最快的方法，我觉得就是去看那一些分析师的报告，去看他们的报告，他们怎么分析的，其实很重要，就他们可以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，例如企业订单状况，他们看得到。不过真的赚到房子的投机款，哇，很强哎，哇塞！你是靠股票赚到房子的投期款，都有，什什么都有。完了，我这边考到有延迟，所以打字我不一定会马上跟到。哦，台积电你也有买哦，边玩边学技术现行。技术现行我觉得很难啊，就是你真的要学习的话，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技术现行最重要，反而是资产配置是最重要。资产配置至少占了你这个绩效的这个5成有哦，5成有，就是你的资产是怎么配置的，比你怎么去看那些现行还重要。因为至于你去看那些现行，然后找买点的话，其实你的钱是会在场外的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你会先买个0050，然后之后把它转过去，这样，或是你抽签的话，你抽签也要有钱嘛，对不对？抽签也会有一笔闲置的钱放在那边。那如果那些钱是放在股票市场，它是可以升值的，但你抽签一直都没抽到，那也是要花很多时间。申购的话，我是觉得，反正我没中过，我没中过。你想说我申购的次数也不多啊，我没中过，我觉得那个几率都很小。像申购股票抽签，你可以到一个网站去看啊，股票抽签，什么 High Stock 啊、可以到这边看一下。这边就是所有，它现在是统计多少？2025年7月7号到这个几号？2026年1月27，1月27号的这个股票申购数据都在这里。那你认真去看它的中签率有多少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帮你算一下，你假如就是花时间一直在那边抽，会不会赚钱？我也可以帮你算的。其实我看下来，我是觉得不太会赚钱，就是抽签有点在浪费时间，但抽到很爽啊，抽到可以爽一下，对不对？但实际就爽那一下而已。就抽签要怎么算呢？就是去算期望值嘛。你有听过期望值吗？看能不能帮你算一下那个抽签的期望值是多少，那你再去衡量一下，假如放在股票里面会不会比较赚？这个我就把那个表抠过来嘛。那你要去算期望值会怎么算？就是假如这个7747这档抽签好了，它中签率0.39%，也就是呢，你就可以按等于嘛，然后前面就是减0.39%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个你不会抽到，不会抽到的话要干嘛？应该先算会抽到，不会抽到的话是-20块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乘以-20，那你真的会加上什么？抽到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几率去乘以这个真的抽到赚到23000嘛？那你看，算出了吗？这个数字要乘以0.01，所以这一档你按的话，大概会赚一点钱。但是我记得抽股票真的抽签抽到还是有一些成本，对吧？就是你要过户，股票抽签抽到要花，还是有一些手续费吧？邮寄费50块吗？
中签还要收什么？收50元的邮资费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查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这个钱呢，就是你中的话还要再扣50啊，已经赚不多了，还要再扣50啊。所以是对这个钱，减50，应该是这样。哦，这样就是算错了吗？23000减50，算哪？完了，已经到连期望值都不会算了。这个减50错吗？呃，哦，抽中的话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样。中签的话要减50，那感觉是扣在这里没错啊。哦，这个是几率啊，你在算什么？是这个 I 要减50啊。哦，也就是你抽这一档的期望值就是69.583。生技股最好赚，蜜月期赚1倍就卖。你说你抽到你还会拿着是吗？我想说你抽到就马上卖嘞。我这边可以帮你算期望值，像这个，你去点它一下的话，期望值就是180块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几率算出来就是这样。那这个雅欣呢，你抽它的话，你每点一下就是亏179块，这个每点一下就是亏40块啊。这样相较下来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哪一些是赚的。这个抽签也不一定抽到都赚哦，这不一定。所以像这个抽到会赚，像这个抽到就亏了，这个抽到也是亏的。但是你还要算一个什么？就是你的一些闲置资金嘛，就你钱放在那里一直抽一直抽，除非这个是你的那个紧急备用金，我会觉得没差。不然你这个抽这个钱，你抽这一档，随便看一个876，你要放876000在那里，那876000会被他抽走几天，对不对？就你还要腾这些钱出来，我觉得蛮难的。所以然后按的也不一定会赚钱，你看像这个按的就亏钱，对不对？也不一定会赚钱。哦，你看价差大且张数多才抽的，价差大且张数多，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网站，这个什么 HighStack 去研究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你最近有抽哪一些吗？我帮你看一下，你有印象的吗？你有印象？你最近有按申购的？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成交张数。假如来说，给你看一个最大3910张，算多吗？星星，哎，这个就是你的哎，你买那个星星就是抽到的吧？不会，该不会是你抽到的？你看星星3910张，对不对？帮你拉一下，星星3910张，价差大吗？成交价跟市价这样算大吧？哎，像星星就可以按一下，对不对？你按一下的那个期望值大概就690块，这个就可以按。但690块，按一下你的那个690钱要不然卡几天？真的有赚吗？那不知道哎。而且这个也不好说啊，像这个价差也蛮大的，长广，对，那你可能要去研究，哎，多少算大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报酬率差几趴算大，你就可以用这个表去大概推估一下，推估一下。我们用这个，但也要跟它的几率有关，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个统计，就是当价差到多大，然后的话，你可以去点那个，跟那个增购张数几张，你可以去点那个抽签。但是这个跟抽签的这个人也不一定呐，就是你看有一些20万，对不对？那个价差大，一定很多人想要抽啊，还是便宜的比较多人想抽。我们看那个星星，
多少人抽？金星726000人，726000人啊！也就是你看到价差大，你想进去抽，但其实想抽的人也很多啊，所以也不好抽到，那个几率就一定相较于来说也会下降。这2年没再抽了哇，确实，就是你把那个钱放在市场里面慢慢滚，比较实际一点。我觉得抽签，除非刚好有闲钱啊，钱或者那个紧急备用金放在那边，也不知道干嘛，就去按2下，那还可以。不然就是还是钱放在那个投资的资产，让它变成资产，它才会为你升值嘛。好了，不行了，太晚了，10点57分。感谢今天各位收看我的直播，也感谢小云今天跟我互动，不然我今天就是在这边唱独角戏。也恭喜你靠股票赚到的那个投机款，我还没赚到，我还要再努力一点。好啦，那就感谢各位今天有来参与我的直播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之后我的那个也会定期每个礼拜3会上影片，像今天9点应该有上一支了。然后我之后也会往那个个股，怎么选股，哪一些财务指标是重要，张数要破万张。OK， 学到了，张数要破万张，破万张应该不多吧？这2个破万张，远东银跟三商寿通常都是这种破万张。啊，之后我也会往像这种什么股票抽签，这个我也觉得蛮有趣的，之后也可以做一集跟大家讲，抽签要看到哪一些来抽才会赚钱这样。然后之后也会做一些股票选股，大家应该看哪一些指标。然后我最近也在学习选股的一些方法，那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投资的技巧，或者投资的一些要注意的东西。好，那今天就讲那么多，感谢各位的参与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